你每天早晚都认真刷牙，但牙周病还是悄悄找上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根据卫生单位调查，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80%以上受到牙周病困扰，也就是说，每10个人里面至少有8个人的牙龈其实不健康。奇怪的是，大家从小就被教导要勤刷牙，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逃不过牙周病的魔掌？难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假装在刷牙吗？还是我们刷牙的方法根本就是错的？今天就让我们揭开这个迷思，刷牙竟然不是用刷的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，彻底颠覆你对刷牙的想象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牙周病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它和蛀牙并列为口腔2大常见疾病，但和常常会痛、容易被发现的蛀牙不同，牙周病是个潜伏的隐形杀手。它从牙龈发炎开始，进展缓慢，悄悄地破坏支撑牙齿的骨头和牙周组织。很多人年轻时不以为意，等到了中年以后，牙齿开始松动，牙龈严重萎缩，甚至牙齿莫名其妙掉了，才追悔莫及。牙周病的可怕就在于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痛感，你可能早上刷牙时偶尔看到牙刷沾了点血，或吃苹果时苹果上有血迹，却往往自我安慰只是上火，火气大而已，过几天就好。但事实是，牙龈出血、红肿就是牙周病的早期警讯。如果你忽视它，它不会自己痊愈，反而会继续恶化。等到牙龈慢慢与牙齿分离，形成所谓牙周囊袋，细菌就长驱直入，破坏牙槽骨，最终牙齿会因为失去支撑而一颗颗倒下。难怪老人常说年纪大掉牙是自然现象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年纪的错，而是牙周病在作怪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心里发毛，每天辛辛苦苦刷牙，怎么老了还可能满口假牙？先别恐慌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如何扭转这个命运。其实牙周病并非无法预防，只是大部分人都误解了刷牙的真正意义。我们太习惯机械式的早晚刷牙2分钟，觉得刷过就算完成任务，但如果方法不对，勤奋也可能白费，甚至适得其反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破解关于刷牙和口腔清洁的种种迷思，告诉你如何正确挑选牙刷，掌握刷牙技巧，把牙齿和牙龈照顾得妥妥当当，远离牙周病的威胁。误区1，只要好好刷牙就能维持口腔清洁吗？许多人以为只要天天乖乖刷牙就能把口腔清洁做好，远离蛀牙和牙周病。听起来很有道理吧？毕竟刷牙时我们也感觉嘴巴变清新了。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误会，光靠刷牙是无法彻底清洁牙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牙齿的构造天生就有刷牙刷不到的死角。想象一下，每颗牙齿其实有5个面，前后左右加上一个咬合面，但一般牙刷最多只能刷到其中的3个面。牙齿外侧面靠近脸颊或嘴唇那一面，牙齿内侧面靠近舌头那一面，以及牙齿的咬合面，也就是我们用来咀嚼食物的那个面。剩下还有2个重要的面，牙齿彼此相邻接触的那2面，也就是牙缝所在处，普通刷牙根本碰不到。这就好比你洗碗只洗了外围和底部，碗内侧的脏污却留着没洗，能算干净吗？同样地，如果我们不清洁牙缝，食物残渣和细菌就会长期躲在牙齿夹缝中作乱。牙齿邻与邻之间的那些缝隙是牙菌斑，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细菌膜的温床。牙菌斑堆积在牙缝里久了，就会刺激牙龈发炎，形成牙周病的起点。同时，残存在那里的食物残渣也会被口腔细菌分解，产生难闻的气体，导致口臭，更可能进一步钙化变硬，成为牙结石，俗称牙石。一旦形成牙结石，光靠刷牙就更不可能清除了。所以，清洁牙缝绝对不能只靠牙刷。牙刷负责的是牙齿外侧、内侧和咬合面，而牙缝之间的清洁则需要牙线或牙尖刷等辅助工具。难怪牙医常说，只刷牙不剔牙，使用牙线等于只洗了一半的牙齿。如果你一直以为每天刷牙就万事大吉，现在该醒悟了，那只是完成了口腔清洁的一半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怎么清洁牙缝呢？答案就是使用牙线。很多人大概都听过牙线的重要，可是真正每天用牙线的人并不多。有些人嫌麻烦，
有些人则是不知道正确使用方法，甚至用错方式把牙肉弄伤。其实牙线的使用并不复杂，每天至少一次，在睡前刷牙后用牙线清洁所有牙缝，使用时将牙线轻轻滑入2齿之间，注意动作一定要温柔。当牙线滑进牙缝并碰到牙龈边缘时就要停，不要用力硬塞到牙龈深处。很多人以为牙线要越深入牙肉下面越好，这是错误的。牙线真正该清洁的是牙齿邻面和牙龈交界的那一小段区域。我们可以把牙线绷紧后靠在一颗牙的侧面，呈现 C 字形贴着牙齿侧边，然后上下拉动牙线刮除牙面上的菌斑，接着换邻边那颗牙重复动作。每一处牙缝其实要清洁的是2颗牙的邻接面。当你感觉牙线滑到牙龈边缘有一点点阻力时，就应该往回拉，千万不要贪心往下猛插，否则反而可能割伤牙龈或拉松牙龈乳头组织、2牙之间的三角形牙肉。正确使用牙线其实不会让牙龈疼痛出血，相反的，如果你经常牙线一用就出血，多半是因为那里已经有发炎了，提示你更需要每天清洁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牙龈炎改善，出血反而会减少。所以别害怕牙线导致出血，那是牙龈在向你示警，嘿，这里有脏东西没清掉。只要小心翼翼的持续清洁，牙龈会恢复健康，出血也会停止。除了牙线以外，还有另一种清洁牙缝的利器叫牙尖刷，也有人称它为齿尖刷。牙尖刷看起来像一支迷你平刷，有各种粗细尺寸，可以刷进较大的牙缝或牙周囊袋中，把藏在那里的菌斑扫出来。有些人担心牙尖刷会不会把牙缝越刷越大，其实只要选对适当尺寸并轻柔使用，牙尖刷并不会让牙缝变大，反能按摩牙龈，促进牙周健康。不过牙尖刷比较适合牙缝已经明显变大的人使用，例如中老年人、牙周病患者或拔牙缺牙旁边的空隙。如果你年轻，牙缝窄小，或者牙龈没有退缩，那用牙线就足够了。简单来说，牙线适合清洁紧密的牙缝，牙尖刷负责清洁牙缝较大的地方，两者各有用途。如果不确定自己该用哪种，不妨咨询牙医师或牙卫生师，他们可以帮你测量牙缝大小，推荐合适尺寸的牙尖刷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许多人图方便会使用牙线棒，一端有一小段牙线的塑料小叉，但医师其实不太推荐牙线棒，因为牙线棒的线很短且固定，无法像手持长牙线那样绕出弧度来贴紧牙面刮除菌斑，而且一根牙线棒往往要连续清洁多个缝隙，口中细菌可能被来回代刷交叉感染。如果可以，还是建议使用传统牙线，每次拉出新的一段干净牙线来清洁，效果会比较好。当然，总比起完全不用牙线，使用牙线棒多少还是有帮助的，只是别忘了多更换牙线棒，避免把脏东西从一处带到另一处。误区2，刷牙要用力才刷得干净吗？除了牙线，刷牙的方法和力道也是大家常常搞错的重点。很多人口头上都知道刷牙不要太用力，可是实际刷起牙来，手劲根本控制不住，仍然在狠狠地来回猛刷，仿佛刷地板一样，不使劲怎么刷得干净？这种想法其实大错特错，刷牙太用力跟没刷干净一样糟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过度用力会对牙齿和牙龈造成伤害，我们反而可能因为清洁不当而引发新的问题。牙医在临床上常常看到某些病人牙齿并没有蛀很多，牙周也定期洗牙控制，但就是牙龈一直在萎缩，甚至牙齿根部刷出一道道缺口。这些人大多是清洁超认真的类型，早晚拼命刷牙，用力刷到牙刷毛都开花，每3-2个月牙刷就刷成一朵怒放的钢丝球。然而这种用力刷的代价是沉重的，牙龈组织受伤退缩，牙齿保护层珐琅质被磨损，牙根暴露在外，对冷热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在牙龈边缘的牙根部分被刷出一条凹槽，学名叫楔状缺损，形状很像台湾野柳的著名景观女王头。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这种缺损往往发生在那些最认真刷牙的人身上，他们刷牙用力过猛，一心想把牙齿刷得洁白发亮，结果却像拿磨刀石在磨牙，一点点把自己的牙根磨窄磨断。这不是在清洁牙齿，
简直是在虐待牙齿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刷牙力道对不对呢？一个简单的小技巧，拿你的牙刷在手背上刷一刷，对，用平常刷牙的力气刷自己的手背，注意看刷毛有没有被压到变形弯曲，如果有，表示你下手太重了。适当的刷牙力道应该是轻到刷毛不会大幅弯曲，轻轻掠过即可。如果你每次刷牙没多久，刷毛就开叉变形，那一定是用力过头。其实刷牙不是在刷地毯，不需要猛力摩擦。牙菌斑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顽固，它附着在牙面上，就像一层软软的生物薄膜。轻柔的刷毛，来回几下，震动摩擦，就能把它搅松刷掉。过度用力反而可能让刷毛紧贴牙面动弹不得，还伤害到牙龈。所以刷牙的关键是方法和细心度，而不是蛮力。说到方法，这里就是最精彩的部分了。为什么说刷牙不是用刷的？原来我们平常说的刷牙，真正有效的动作并不像刷墙壁那样大幅度来回摩擦，而更像是在给牙龈做按摩，给牙菌斑做局部震动清除。牙医学界推荐的一套标准动作，被称为贝氏刷牙法，也叫巴氏刷牙法。它的要领可以简单概括为震颤加浮刷，搭配短幅小范围，循序渐进刷完整口。听起来有点拗口，别急，我们一步步来拆解。第一步，牙刷的角度和位置很重要。拿起你的牙刷，将刷毛对准牙龈和牙齿交界的地方，也就是牙龈缘。刷毛要有一部分贴在牙龈上，一部分贴在牙齿上。刷头相对于牙龈倾斜大约45度角，朝向牙根的方向。比如刷上排牙时，牙刷要略微往上倾斜，刷下排牙时则往下倾斜，使刷毛尖端可以稍稍伸进牙龈沟，牙龈与牙齿之间的微小缝隙。第二步，不要大范围来回拉刷，而是在原地轻轻震颤。也就是说，当刷毛以45度角对准牙龈边缘后，以很小的幅度左右来回颤动牙刷，幅度小到大约只有1-2颗牙的宽度，而频率可以稍快一点，让刷毛在牙龈边缘那里微微抖动刷洗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让刷毛轻柔地搅松牙龈沟里的细菌和牙菌斑，同时刺激按摩牙龈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想象你在扫地时，要把墙角的灰尘扫出来，会先把扫帚伸进角落里，轻轻晃动几下，把灰尘搅起一样。牙刷的细毛此刻就像小扫帚，深入牙龈边缘的小角落里，把脏东西拨动。第三步，在震颤几次之后，往外浮刷，也就是从牙龈往牙齿的咬合面方向带刷毛，把刚才震下来的菌斑和脏东西浮出来。比如在上排牙齿，我们就从上往下浮，下排牙齿则从下往上浮。很多人刷牙常犯的一个错误动作是横向猛刷，尤其是门牙附近，用力左右拉锯式地刷，导致门牙牙颈部靠近牙龈处被刷出缺口，牙龈也被拉扯受伤。正确的做法是改为垂直方向的浮刷，顺着牙龈往牙缝外浮去，不仅减少对牙龈的刺激，还能把菌斑往牙齿外缘带走。可能有的人会担心，用这种温柔的小动作，真的刷得干净吗？其实只要位置对，步骤对，效果非常好。震颤的时候已经把菌斑松动了，接着浮刷一下，就好比我们把灰尘扫出墙角一样，脏东西就被带离牙龈缝隙了。上述这两个动作，震颤加浮刷，其实组合起来非常快，一气呵成。每一个区域约2-3颗牙的范围，重复短距离小幅度震颤5到10次，然后浮刷数次，接着移动牙刷到下一段牙龈边缘，再重复同样的动作。记住要有顺序的刷，避免遗漏。你可以选择从某一侧最里面的臼齿开始，比如右上最后一颗大牙，由外侧面牙龈边缘开始刷起，一段一段往前移动，刷到门牙，再刷到左边最后一颗大牙。先刷外侧面，靠脸颊那面，再以同样顺序刷内侧面，靠舌头那面。上下牙的外侧和内侧都刷完后，最后刷各个牙的咬合面，这样就完整的清洁了每颗牙的5个面中的3个。至于牙缝里面，正如刚才所说，我们用牙线、牙尖刷来完成，采用固定的顺序，有助于面面俱到，不会这里刷一下那里刷一下漏东漏西。有的人习惯只刷他觉得容易脏的地方，结果某些角落总是刷不到，
日积月累，牙垢就堆在那里。养成按照顺序刷牙的习惯后，每次刷牙都像执行任务一样，一区一区清扫干净，牙菌斑无所遁形。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地方，例如最后面的智齿或臼齿的远端，临近喉咙的那一面，要特别留意伸进去刷到。许多人嘴巴张开程度不够，或牙刷头太大，刷毛压根碰不到最后一颗牙的后面，导致那里蛀牙或牙周病风险大增。如果你的刷头太大无法深入后方，赶快换一把小头牙刷。别以为牙刷头大刷起来才爽快，头小反而能灵活转动，清洁到后牙和其他狭窄处。牙医都建议选购小头的牙刷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另外，如果某些牙特别难刷，比如生长歪斜的牙齿，或带固定矫正器、牙套的牙齿，有智齿半露出等等，也可以使用单数毛牙刷，刷头很小，只有一小撮刷毛，针对那些死角逐一击破。再来说说牙齿咬合面的刷法。刚才我们强调避免横刷，但有个地方例外，那就是臼齿的咬合面。由于咬合面有天然凹凸不平的沟纹、坑洞和裂隙，食物残渣常嵌在里面。刷这些面的时候，刷毛要垂直对准咬合面，可以使用短距离的前后来回刷，有点像在拉小锯子，把沟壑里的残渣刷出来。咬合面因为没有牙龈组织，不怕你前后刷，只要稍微加点力让刷毛深入沟槽就好，不过也不用过度用力，以免刷毛太快磨损。顺带一提，儿童和青少年臼齿咬合面很容易蛀牙，有时候是因为沟纹太深，刷毛进不去。现在牙科有个预防措施叫窝沟封填，就是在新长出的恒牙臼齿表面涂一层树脂，把深沟填浅，让刷牙容易清洁。但这是题外话了，重点是咬合面别忘了刷，而且可以用短拉锯法彻底清洁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惊呼，哇，原来刷牙步骤这么讲究。没错，多数人从小刷牙就是草草了事，其实并没有真正学过正确刷牙的方法。别说小孩子，大人也一样，懵懵懂懂就刷了几十年。然而，牙周健康就在这些细节中决定。你有没有照顾到牙龈边缘？有没有清洁到最后一颗牙？有没有把牙缝的菌斑刮掉？差一点点，结果可能大不同。当然，初次尝试背式刷牙法可能会觉得很繁琐，速度变慢，需要专注力。但是别气馁，多加练习就能养成习惯。动作自然熟练以后，其实并不会花你太多时间。在掌握刷牙技巧的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没错，就是牙刷的选择。选对牙刷能让刷牙事半功倍，选错牙刷可能让你刷得再勤也效果不彰，甚至伤牙。市面上的牙刷琳琅满目，究竟该怎么挑？其实牙医给出的建议非常一致而且简单，刷毛软，刷头小，刷毛密度不要太高。让我们逐项说明理由。第一，刷毛软。很多人以为用硬毛牙刷才能把牙齿刷干净，因为刷起来有明显刷刷刷的摩擦感，才觉得爽快。但那种爽感其实是牙齿和牙龈在受罪。硬毛刷虽然感觉刷劲十足，却容易刮伤牙龈，磨损珐琅质。长期用硬毛刷，往往牙龈会逐渐退缩，牙齿颈部被刷出缺损。相反地，软毛牙刷比较温和，对牙龈的物理刺激小得多，更能减少刷牙造成的耗损。同时，软毛也比较容易伸进牙龈沟和牙缝边缘，灵活地清扫细部，而硬毛太僵硬，反而进不去细缝。有人可能担心软毛是不是清洁力不够，其实只要刷牙方法正确，软毛一样可以把菌斑清除干净，根本不需要硬毛来帮忙。而且现在好的软毛牙刷多半采用高级尼龙刷毛，弹性佳，不易卷曲变形，使用寿命也不差。所以千万别拿自己的牙龈去挑战硬毛刷，软毛或超软毛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最佳选择。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，例如刚动完牙周手术，牙龈特别脆弱的人，牙医可能给一种超软毛的特制牙刷短期使用，一般人就用市售软毛即可。记住，刷牙不是要追求那种刷刷刷的强烈摩擦感，别迷恋硬刷毛，那对牙齿只有伤害没有好处。第二，刷头小，也就是整支牙刷顶端那一排排刷毛的部分要小巧。别以为刷头大就像拿大扫帚扫地一样效率高，口腔可不是宽敞的大地板，
反而到处是狭窄的角落，小刷头才能灵活穿梭于口腔内的各个区域，特别是后面牙齿的内外侧，还有前排牙齿的内侧，舌头那边空间都很有限。如果刷头太大，你根本无法摆动牙刷来完成刚才说的那些正确动作。把头小的牙刷才能保证你刷到每一颗牙的每一个角落。许多人刷牙顾前不顾后，就是因为牙刷太大不好操作，干脆后面的牙随便刷2下带过。所以下次买牙刷时，注意包装上通常会标示小头或细小刷头，选那种就对了。如果是儿童，更要选儿童专用的小号牙刷，不要以为拿大人的牙刷给小孩用可以刷更快，孩子的小嘴巴需要配合小刷头才能刷得干净又舒服。第三，刷毛不要过密。乍听之下很奇怪，刷毛当然是越多越密，清洁面积越大呀。其实太密集的刷毛反而有隐患，因为刷毛之间空隙小，刷牙时很容易卡食物残渣在刷毛中，而且冲洗不易洗掉，残渣长久滞留就变成细菌的温床。想象你的牙刷如果夹着菜渣、肉丝，放在温暖潮湿的浴室一整天，那上面的细菌数量绝对吓人。根据研究，一支用过的牙刷上可能藏有上亿个细菌，包括大肠杆菌等病菌。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刷毛在使用后容易清洁、干净、快干，不给细菌滋生机会。刷毛太密集的牙刷本身比较不容易清洗干净和风干，反而中等密度甚至稍稀疏一点的刷毛排列更科学。另外，刷毛不太密也意味着每根刷毛有更多空间自由弯曲进出牙缝，不会挤在一起太僵硬。其实大部分牙医推荐的牙刷款式都遵循这3个原则：软毛、小头、适中密度。如果你逛超市发现某支牙刷毛硬又厚实，刷头又超大，多半不是为了健康设计的，就别买来折磨自己了。除了以上3点，有些牙刷在刷毛末端还特别设计磨圆处理，也就是把每根刷毛的尖端磨成微圆滑，减少尖锐刷毛划伤牙肉的风险。这种细节通常在包装上会标示磨圆刷毛。好一点的刷毛材质，例如所谓杜邦刷毛，通常都已经磨圆且比较耐用，不易弯曲卷曲。不过购买时这些肉眼也难辨别，只能说1分钱1分货。太便宜的牙刷可能在这些细节上没下功夫，但大品牌通常做得不错。我们只要记得基本原则，在挑选适合自己口腔大小的刷柄与刷头形状，握起来顺手，这样的牙刷就可以是你的清洁好帮手。最后别忘了，牙刷不是万年饭票，用一阵子就该换。再好的牙刷用久了，刷毛也会老化、弯曲，甚至藏污纳垢。一般建议每3个月左右就更换牙刷。如果刷毛明显开叉变形，就更不能等，马上换新的吧。平时刷牙后也请好好清洗牙刷，用清水充分冲掉上面的牙膏和残渣，甩干水分，刷头朝上放置在通风处晾干。不少人喜欢把牙刷放在潮湿密闭的杯子里，甚至盖上牙刷盖，反而容易滋生细菌。还有一点听起来有点恶心，但需要注意，不要把牙刷放在马桶旁边。英国有研究发现，每次冲马桶时，水流都会搅起无数细微的水花与细菌，最远可以飞溅到马桶外 1.83 公尺的距离。若你的牙刷离马桶太近，就可能每天沾染上一点马桶菌。虽然一般情况下口腔有唾液保护，刷牙时不太会因此生病，但想想还是很恶心吧。因此务必将牙刷摆放在离马桶尽可能远的地方，或至少在冲水时盖上马桶盖，给牙刷一个干净的存放环境。我们已经谈了刷牙的方式和工具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刷牙要刷多久，一天刷几次才够。很多人刷牙其实非常敷衍，时间短得可怜。你可以扪心自问，自己每次刷牙大概刷几秒钟，有没有超过1分钟？有调查显示，一般人刷牙平均仅仅30到60秒，也就是不到1分钟。甚至有人急着出门，牙刷在嘴里随便来回5-6下就漱口吐掉了，整个过程10几秒钟草草结束。这样的快刷根本没有给刷毛足够时间去清除牙菌斑。研究显示，刷牙开始的前2分钟内，牙菌斑的去除量可以达到超过80%，但如果刷得比2分钟还短很多，等于有大量牙菌斑根本还粘在牙齿上没被刷掉。
也就是说，每次刷牙至少要2分钟以上才能有基本的清洁效果。如果能刷到3分钟左右，当然更好。尤其是手动牙刷，适当延长时间可以弥补效率的不足。牙医常说的333，原则指的就是一天刷3次，每次3分钟，餐后3分钟内就刷。当然，一般人大概很难做到餐后立即刷牙，3餐后加睡前，那其实是4次了。但至少早晚2次是必须的。3分钟也许嫌长，但2分钟绝对不能少。另外，晚上睡前刷牙尤其重要，绝对不能省略，因为白天吃东西喝东西，唾液不断分泌，还能稍稍冲刷牙面。而夜里睡觉时，唾液分泌减少，口腔自洁作用几乎停止，细菌得到绝佳繁殖机会。如果带着脏兮兮的牙齿入睡，那牙菌斑可有8小时以上的时间在你牙齿上疯狂生长。难怪许多人早上起床觉得口中黏腻发臭，那就是细菌过夜狂欢的结果。有人形容早上起床不刷牙是社交问题，晚上睡前不刷牙是生理问题，意思是早上不刷牙顶多口气不好尴尬，但晚上不刷牙对自己身体伤害大，听起来很有道理吧？再强调一下，刷牙的频率每天至少2次，早晚最好能做到3次，加上中午饭后。有研究指出，无论使用什么牙膏，以习惯的方式刷牙后大约8小时，牙齿表面的菌斑就会卷土重来，恢复到刷牙前的水准。所以白天如果间隔超过8小时没刷，细菌其实又嚣张地滋生起来了。难怪我们通常建议早晚各刷1次，中间如果有机会，比如午餐后在公司或学校也刷一刷，那你口腔里的细菌就没有喘息壮大的机会。此外，每次吃完东西最好在10分钟内漱口或喝口水，把大部分残渣冲掉，减少细菌的食物来源。如果可以，在饭后30分钟左右刷牙是较好的。有时我们刚吃完东西，特别是酸性食物，口内环境偏酸，马上刷牙可能对珐琅质有轻微磨蚀风险，所以等一会儿或用水漱漱口再刷会更安全。然而，如果你吃的不是很酸，或平常饮食正常，那不用太纠结细节，重点是不要拖到几小时后才刷。很多上班族中午吃完就忙工作，直到晚上回家才刷，这中间菌斑都厚得可以写字了。因此，养成餐后刷牙或漱口的习惯，对牙周健康十分有帮助。除了牙线和刷牙本身，其实大众对其他口腔保健也有一些迷思，我们在这里一并说清楚。首先，有人问，我用很强效的漱口水漱过了，是不是就可以不刷牙？答案是不能。别以为用漱口水把嘴巴杀菌消毒就万事大吉，漱口水也许能杀死部分细菌，或让你口气暂时清新，但它无法机械性去除牙菌斑。牙菌斑就像一层黏黏的薄膜，牢牢贴在牙齿表面，漱口水含再多，杀菌成分也冲不掉这层生物膜，一定得靠牙刷和牙线的物理摩擦才能瓦解并去除菌斑。因此，漱口水绝对不能取代刷牙，更不可能预防牙周病。况且细菌很狡猾，漱口水杀菌的效果通常只是暂时的，而且可能杀不死全部菌种。有些漱口水含酒精，长期使用反而可能造成口腔黏膜刺激或菌相失衡。医师通常只建议那些无法有效刷牙的人短期辅助使用漱口水，譬如某人刚动完口腔手术，嘴巴张不开刷不到，或者带着固定矫正器牙刷不易清洁时，可以在刷不干净的情况下辅以医师推荐的抗菌漱口水，减少细菌。而对一般口腔健康的人来说，勤刷牙加用牙线就足够了，漱口水顶多当作饭后或外出不方便刷牙时的临时清洁补充，以及让口气清新的工具，不能完全依赖。简单说，漱口水只能锦上添花，不能雪中送炭，该刷的牙一样一颗都不能少刷。再来聊聊电动牙刷。这几年电动牙刷越来越普及，许多广告声称电动牙刷能震动几万次，清洁效率高好多倍。有些人因此觉得拿电动牙刷刷牙比较干净，也有人认为传统牙刷就很好，没必要花钱买电动的。那到底谁说的对？其实，如果你能以正确的方法和足够的时间刷牙，手动牙刷和电动牙刷都能把牙齿刷干净。差别在于，大多数人其实很难长期每次都那么认真去执行正确刷牙法。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大堆步骤，你偶尔一次按照那流程刷可以，但能保证每天2次，
每次3分钟都滴水不漏吗？这就是为什么电动牙刷有它的优势，它帮助我们偷懒，或者说降低了技术门槛。电动牙刷的刷毛高速震动或旋转本身就产生类似震颤的效果，所以使用者不需要自己手动快速来回抖动牙刷，只要把电动牙刷轻轻放在牙龈边，每颗牙停留几秒，再换下一颗，它就能替你把菌斑正松刷掉。在清洁口腔深处，特别是后面牙齿内侧等手动比较难操作的位置，电动牙刷往往也更容易到位。所以很多牙医师发现，使用电动牙刷的病人平均牙菌斑控制得比较好，牙周发炎的情况也较轻，尤其是对一些小朋友或长辈，他们手部灵活度或耐心较差，让电动牙刷来帮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不过，电动牙刷并不是魔法棒，错误的使用一样会出问题。最大的忌讳就是用电动牙刷还像平常那样用力横刷。有些人拿到电动牙刷，习惯还是像拿手动刷一样用力来回刷，结果等于在高频振动加持下更猛烈的磨损牙齿牙龈。曾经有位牙医分享，他的病人换电动牙刷后，牙龈萎缩更快了，原因就是操作不当。正确的用法是把力气放轻松，让电动牙刷自己去动就好，你只负责引导它的刷头贴对位置。记住，轻轻的接触牙龈和牙齿，不需要压。很多电动牙刷产品也有贴心设计，例如压力感应装置，太用力时会亮灯提醒。总之，用电动牙刷时一定要改掉手动刷时那种大力摩擦的习惯，以带到点代替用力刷。至于清洁效果，如果两种都正确操作，其实差不多。曾有牙医师开玩笑说，手动牙刷可以刷得跟电动牙刷一样干净，但你可能需要刷15分钟。言下之意，一般人很难那么有毅力，也没那么多时间，所以还是电动的方便。有条件的话，不妨投资一支靠谱的电动牙刷，好好善用它的功能。同时，别忘了定期更换刷头，通常厂商建议3个月换一次刷头，以确保持续良好的清洁效果。我们已经覆盖了刷牙和清洁的大部分技巧，现在再来谈谈牙周病本身的一些冷知识。许多人以为牙周病只是自己口腔内的事，刷干净就好，和别人没关系。事实上，牙周病的致病菌是可以在亲密接触中传播的，也就是说，牙周病某种程度上会传染。举例来说，一对伴侣如果其中一方牙周病很严重，另一方平时口腔很健康，但因为每天接吻或者共用汤匙、筷子等行为，久而久之，健康的一方也可能被对方口中的牙周致病菌入侵殖民。当然，并不是说细菌传过来就一定发病，因为牙周病还跟个人清洁习惯和免疫体质有关。但共用餐具、亲吻等确实是细菌交换的大好机会。我们常见小婴儿，如果家长有严重蛀牙或牙周问题，爱亲小孩或用嘴喂食，孩子很早就容易有蛀牙，就是因为大人口腔里的致病菌传给了孩子。所以，保持口腔健康不光是为自己，也是在为家人、伴侣的健康负责。如果你有牙周发炎的困扰，一定要积极治疗，不要互相传来传去。另外，牙周病还有遗传因素，有些人天生对牙周细菌的免疫反应特别强或特别弱，或者牙齿排列与骨头形态遗传上就容易蓄积菌斑，导致牙周病高风险。如果你的长辈很年轻就掉了很多牙，不妨提早留意自己的牙龈可能也比较娇弱，要更加倍小心呵护。遗传我们改变不了，但后天努力可以抵消一些先天不足。只要保持良好清洁与定期检查，即使易感牙周病体质，也能把风险降到最低。最后再谈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，刷牙流血只是上火，不用管。这其实是华人社会尤其常见的想法。每当牙龈红肿、刷牙出血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最近熬夜上火了，然后喝凉茶、吃降火药，希望牙龈消肿。不可否认，全身状态不佳，例如压力大、睡眠不足，有时候会让牙龈发炎更明显，但根本原因仍然是细菌引起的牙龈发炎。如果不清除掉牙菌斑和牙结石，光靠降火器，牙龈问题不会自行痊愈。事实上，只要彻底清洁，哪怕不吃药、不漱口，几天后牙龈发炎也会减轻。所以别再把牙龈出血当成小事，
健康的牙龈其实不会轻易流血，就像你用牙刷刷舌头或刷口腔黏膜，都不应该出血啊。如果牙刷一碰，牙龈就流血，正是牙周病在敲警钟，请好好清洁我。有些人看到刷牙出血，反而不敢刷患处，怕刷破皮流更多血，结果那里更脏更糟糕。正确做法是继续每天温柔刷进该处，搭配牙线清除牙缝脏污，同时可以去看牙医、洗牙、专业清洁，把顽固的牙结石清掉，让牙龈有机会重回健康状态。一旦牙石清除，口腔卫生改善，1-2周内你会发现牙龈出血消失，红肿也退了，重新变回粉红紧实的健康模样。反之，如果长期放任不管，牙周病从牙龈炎进展到牙周组织和骨头受累，牙周炎那可就麻烦大了，需要更漫长甚至无法完全恢复的治疗。所以千万别忽视刷牙时的一点血丝。当你在镜子里看到牙膏泡沫带粉红色，请立即引起重视，彻底检讨自己的清洁方式吧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把重点浓缩一下，预防牙周病其实就靠2件事：每天把牙齿表面和牙缝的细菌彻底清除干净，以及定期检查治疗隐患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？但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。回想一下，以前的你是不是也存在着前面提到的某些误区？比如只刷牙不使用牙线，觉得刷牙就是要用力猛刷才带劲，随便买把牙刷没讲究软硬和大小，刷牙从不计时，10几秒草草结束战斗，牙刷用了半年舍不得换，刷毛都翘成扫帚了还在用，嘴巴有怪味，靠漱口水疯狂漱，而忽略了真正的刷牙。看到牙龈出血也不以为意，如果中了1-2项，那你的牙周真的很危险。所幸现在亡羊补牢，犹未晚也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假装在刷牙，是时候升级你的武器和战术了。回顾一下我们学到的要领，选一把软毛小头的牙刷，每3个月更新，平时存放注意卫生，每天至少早晚2次刷牙，尤其睡前一刷绝对不能省，每次刷2到3分钟，按照步骤和顺序，认认真真把每颗牙齿的内外咬合面都刷到。刷的时候力道轻柔，牙刷与牙龈呈45度，细微震动后往外拂去，把藏在牙龈边缘的脏东西请出来。别忘了牙线这个好伙伴，天天用牙线清理齿缝，必要时配合牙尖刷，赶走所有藏在夹缝中的细菌。漱口水可以用来辅助，但不是必须，它永远不能代替牙刷的工作。还有任何异常征兆，比如刷牙出血、牙龈红肿、口臭加剧，都要引起注意，及早改善清洁或寻求牙医帮助。定期建议半年到1年看牙医检查洗牙，也是预防牙周问题的关键步骤。专业人员会帮你清除掉牙刷牙线难以去除的结石和深层菌斑，也可以及时发现早期的牙龈发炎或牙周囊袋，早治疗早恢复。如果你能遵循这些原则，牙周病真的可以离你远远的。试想未来有一天，别人到了老年假牙满口，你却依然口齿健康，笑容灿烂，靠的就是年轻时打下的良好基础。牙周健康其实就是每天几分钟的小事积累而成的成果。你投入的时间和耐心，牙齿会在未来几十年加倍回报给你。反之，忽视它的人，最终可能要花更多时间、金钱去补救治疗。所以现在开始行动吧。刷牙不是用蛮力刷掉牙龈，而是用智慧和正确的方法呵护牙龈。调整好观念，调好你的牙刷，掌握正确刷牙和清洁牙缝的技巧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能击败那位藏在牙缝里的牙菌斑大魔王，成功预防牙周病。最后请记住，每天早晚的那几分钟看似不起眼，但决定了你牙齿和牙龈的命运。别再让刷牙流于形式，别再假装刷牙糊弄自己，让我们用对的方法真正把牙刷好，把牙缝清干净。当你感受到牙龈结实不易出血，牙齿表面光滑无垢，清晨起床口中清新没有异味时，你就会明白这一切努力是多么值得。从现在开始，给自己的牙齿和牙龈多一点耐心和爱护吧。刷牙不只是日常小事，而是守护健康的一场硬仗。拿起你的武器，小头软毛牙刷和牙线，对口中的细菌宣战吧。
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会感谢现在认真刷牙的自己。祝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牙龈和亮丽的笑容。牙好，胃口就好，人生自然更加爽朗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告别错误的刷牙方式，迎向口腔健康的新篇章吧。牙周病预防站，胜利属于每一个真正会刷牙的勇者。